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今天的节目和以往有点不一样哦，因为今天的节目做的不是我的菜谱，是来自一位粉丝，他的名字叫好雨皮皮俊。因为上一届的慢食科代表竞选呢，他有参与，那一届的主题是很好吃的健康餐。那这位好雨皮皮俊获得了最馋人奖，所以呢，我会从他的菜中选一道来复刻。他当时发的这条微博是长这个样子，9张图片看起来都还挺好吃的。然后呢，我再从中选一道我看起来比较想要复刻的，我选这个白菜卷，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一个是造型很好看，另外一个是看它的描述呢，感觉它的食材口味都会比较丰富。但说实话，其实我自己没有这样做过，所以我今天也不太确定做出来好不好吃。那一会儿做出来试试看吧。先把山药入蒸锅蒸熟，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。我选的是铁棍山药，因为比较粉糯一些。烧一锅开水，把娃娃菜的墩子切掉一点，叶子拆下来，最好排列整齐，因为汆水的时候菜帮先进去，它比叶子更难熟一点。先煮个半分钟，再把菜叶放进去，再煮个半分钟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可以放到冷水里头过一下，避免菜叶煮到太软。然后番茄用开水浇进去，泡一下去皮，再切成细丁。处理好的菜叶水分攥干，放一旁待用。接着是虾仁，还是用我常用的虾仁处理方式，先用刀把它压扁，再稍稍切碎。100克虾仁，1点白胡椒，加1小撮盐，米酒1小勺，拌匀，先腌制一会儿。现在山药蒸好了，取出来，去掉皮，用叉子给它压碎，让它稍微凉一凉。旁边再取一口炒锅，放1大勺植物油，蒜头一半，磨成蒜蓉，下锅先炒香。刚才的番茄丁下锅炒。加1小撮盐，因为是健身餐嘛，所以盐放的挺少的。再加了点水，小火炖煮一下。到目前为止加的盐都很少，因为我觉得在减重减脂期间的话，少吃一点盐会有帮助。接着山药泥，山药我用了差不多75克，还有25克玉米粒，虾仁差不多100克。1/2小勺的香油，混合。其实这位交作业的粉丝他没有抛出具体的做法，所以山药在里头到底应该是先蒸熟还是直接生的放进去，我不是很确定他是怎么做的。不过我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，觉得先蒸熟再放进去可能会好吃一些。这样拌匀，刚才的菜叶往里头卷入1大勺的馅料，放在菜叶帮子的最底端，然后慢慢往上卷，最后上面的叶片盖下来，接口是在下面的，然后两边稍微拉扯一下，给它封严实。虽然现在还是个半生的状态，但是我感觉应该还不错，因为白菜和山药其实一直在散发那种很鲜香的味道，就是鼻子里头闻起来会觉得它蛮香的，所以感觉一会儿应该还会挺好吃的，挺容易卷的好看的。摆放到盘子上，我刚给出的这些用量一共需要用掉8片娃娃菜，不过为了摆盘好看呢，这里只放了6个，还有2个单独蒸了。还是放入蒸箱，我蒸了大概15分钟。旁边的番茄炖到我感觉软烂程度差不多，中间水少的话随时加点水。最后蒸好的娃娃菜卷呢，照理来说应该放在番茄汤汁中稍微煮一煮会更入味儿，不过依然是为了摆盘好看，所以呢直接拿出来，盘子里蒸出来的汤汁别扔了，倒进番茄汁里，一起收一下汁，再把炒好的番茄料铺在菜卷的旁边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很简单的鲜虾娃娃菜卷就做好了，到目前还没有尝过，还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现在尝一个试试看。比我想象的要好吃蛮多的，因为它的主要的食材白菜、山药和虾仁、玉米其实都带一点天然的那种微微的甜味嘛。
所以这几个食材放在一起，其实是有互相促进的感觉，就是让那个鲜甜的味道蛮突出的。然后做的过程中，之前有一直强调不要放太多盐嘛，所以现在吃起来是淡淡的咸味儿，但是不会觉得它很寡淡，因为那个鲜甜的味道蛮突出的，吃不出什么油的感觉，反正就很清爽，完全没有油腻感。一吃就知道这道菜很健康，但是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很寡淡的味道，就我觉得还蛮成功的吧。那这道菜就推荐给大家，大家也可以在家试试看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YouTube 的观众你们好，如果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哦，每周3都会有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